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欧美坚信人的这个假膜是如何进行操作的。我们来看一下脱膜后的状态，正面，然后侧面，还有指尖部位，以及底部的形态。水晶胶用到的水晶笔要有弹性的，像这样会弹性好，韧性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酒精95度酒精与我们的水晶笔的关系，它仅仅只是清洁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要蘸取酒精，而是清洁笔刷，把多余的酒精给去掉了之后，放在这个棉片上面，给它吸掉，吸肚子的部分，压肚子，吸肚子，然后达到的状态是这样子，没有多余的水分的状态，这是我们去操作水晶胶的状态。那么我们在操作这种比较长的假膜的过程中，可能会用到2种水晶笔，一个是12号的这个大的水晶笔，负责大面积的铺胶；另外一个就是小的这个雕花笔。如果说在犄角旮旯或者是肩部的这个位置不能达到很好的贴服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的尖尖去作为贴服。那么如果你用到的假膜是比较偏宽的，不是这么就是尖尖的这种，那我们就可以用到这种平头笔作为辅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选假膜。假膜在选的过程中要选比我们本甲要大至少1个号的，就是我们看在侧面去看的时候，包裹住我们的本甲侧线的位置还要大出来至少有0.5到1毫米的位置。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胶想要达到塑形的状态，必须要有足够的胶量，所以我们需要把胶量的这个部分给预留出来。因为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个假膜的延长塑形，所以延长胶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我们才能够达到塑形的状态。因此我们在选择这个假膜的时候，一定要选稍微大一个尺寸的。那么在放假膜的时候，大概位置离我们后缘有个1到2毫米的位置就可以了啊。我这边仅给大家做一个延长的演示，就不做前置处理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铺胶。那么将我们的高透水晶胶，因为这个水晶胶的硬度非常高，也透明度比较高啊，把它大量的堆在我们的假膜后缘的这个位置。胶量不要选太少，如果说你太少的话，你再去铺，我们中间用了酒精可能会产生分层的情况，然后胶量稍许多一些，如果觉得多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把它去刮出来，但是少的话再去补胶就不够了。然后我们拿12号的水晶笔清洁啊，注意我们整个过程中这个叫做清洁，然后在棉片上吸它的肚子，让它不要有多余的水分。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这个胶大部分的往我们的后缘的位置给它去铺匀，看到了没有？3边需要有胶量，所以我们先把它压到铺匀的状态，这样就够了啊。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了之后，时刻注意你的笔是不能粘笔的，所以我们是需要大量的95度酒精，不要只装一点点95度酒精。你在清洁的过程中，如果酒精变得浑浊了，你会一直粘笔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是澄清的状态，去涮笔、洗笔、吸掉酒精，这个步骤很关键。好，然后我们再把它往下撸，我们要保证3边的这个位置是比较薄的，所以我们再去轻轻的去按压的这个过程中，用我们的笔的笔腹的位置往下去，有一点点力度的去压，但是不要硬拖，因为硬拖的时候会让你的这个笔毛，你看往下太用力就会渗到我们的笔毛当中，笔毛里面全是胶，所以这个力度是有一定力度，但不是蛮力啊。然后出现粘笔，时刻注意去清洁一下笔啊，就这样子，先让我们的3边有这个胶量填满胶。我们用到笔的大部分的受力点是在笔腹或者是笔根的这个位置啊。好，我们现在后缘3边已经基本上铺满了，然后也变得比较薄了。接下来我们把大量的胶量往哪里？往我们的指尖前面去进行拖动，看不要是反复在里面这样拍，反复在里面拍会产生非常多的气泡。它这个使用的技法就是拖，有一点点的拖，轻微的拖，但是短距的拖，拖得太长的话就容易把这个笔毛嵌入到胶里面去。所以在拖的这个过程中，轻微的拖啊，短距离的拖，把它拖到前面去，到前面的这个位置，两边的胶不够的话，我们再补上来。但是其实更多部分的胶它还是在中间这个最厚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它还在中间最厚的部分，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胶往前均匀一下，时刻注意不能粘笔，但是酒精也不能多，酒精如果过多的话，就会把这个胶变得稀释，流得到处都是，到时候中间会产生非常多的气泡。所以如果你使用高透水晶胶会有很多气泡的话，原因就是因为笔跟我们的胶产生过多的拍打，然后酒精过多会产生气泡啊。
然后我们来把它的这个部分哪个地方的厚度比较大，我们再把它往后去按压拖拉，短距拖拉啊。好，现在基本上这个位置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以再用这个小笔，因为大笔可能够不着，这个在犄角旮旯的地方，我们用这个小号的雕花笔去把它的指尖的位置给它做得更细节一点。看哪里没有铺到的地方，我们把它给铺到位。我刚刚说了，这个一定是胶量要够厚，胶量要有1毫米，至少有1毫米的厚度。那么多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拿锯木棒或者是笔把它给拖下来、刮下来，宁多勿少。因为我们前面用了酒精了，如果在这个状态下你去里面再去加这个胶的话，有可能会产生分层。好，接下来这样子的状态，基本上它的是3边后缘的3边比较薄，然后中间又有胶量，两边的这个厚度也都有达到1毫米的厚度，然后我们再来去上假模，那么它的状态就是非常好的状态了。我们来看一下指尖的位置，的胶量啊，铺的比较均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去上假模。然后从侧面，我们先去压的时候，先放这个胶，从指甲本甲的1/2处开始放这个假模，让它呈45度的角开始进行摆放，然后往后面去推到与后缘衔接的位置，跟我们的后缘皮肤有1到2毫米的空隙的位置，然后往下面去轻轻的带它。往下面压是压在哪里呢？来看啊，假模的侧线与我们的地面水平线相平行的情况下，好，往下面去，稍微有一点点力度，跟后缘作为贴合。这个时候，我们的后缘基本上与我们的本甲进行无缝衔接了。然后呢，我们的食指又属于下钩甲，它又没有因为食指的下钩而往下进行下钩，所以这样基本上它的贴服是 OK 的。从正面再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去指骨中心线对齐之类的啊，两边侧线去检查有没有包裹到位。好，这样子，然后我们用手持灯先做一个2-3秒的短时固化，避免我们放到这个大灯里面的时候就会往下塌。手持灯固化的时候只固化后面甲床就可以了。好，可以了，它基本上不会晃动了就行了。我们放到大灯里面进行10秒左右的塑形前的准备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反面。反面的话，由于我们刚在压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力道用的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它不会出现这个就是溢胶的情况。如果你溢胶了，就用这个小的平头笔去拉一拉，但是它没有溢胶，我们不需要去做过多的这个补充。好，接下来我们来塑形啊。塑形的时候主要是捏我们的甲床的位置，用到的这个镊子是我们的 V 型塑形镊。因为甲模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所以用短的这个塑形夹，你在夹的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影响。再加上整个甲模它的形状基本是固定的，我们只需要去捏我的甲床最宽处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拿手持灯进行长时间的固化，让它在我们放到大灯的时候不会回弹。来看，现在它已经变得比较瘦了，两侧跟我们前面的衔接更加协调了。这个时候我们放在大灯里去照干。如果客户的甲床是属于比较偏宽的那种，我们在放进大灯的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用刚刚我们这个镊子反向的去捏一下这个甲床的位置，让它放进去，持续的进行固化。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脱模了，左右两边去掰一下它这个缝隙的位置，它立刻就可以脱掉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脱模的当下效果啊，左右两边旋转，看啊，要非常非常的亮。所以说这款高透的水晶胶，它的特点就是它巨硬，它的硬度呢堪比大理石，就是你很少能够在运用假模的过程中能够这个胶达到塑形的状态。至少我之前是没有用到过的。那目前来讲的话，这款水晶胶它在做假模的过程中是可以达到塑形状态的。我们塑形的时候，只要去捏住甲床的最宽处，与我们延长部分进行协调就可以了。所以那么这款高透水晶胶的操作效果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你在上面之后再去做彩绘呀，再去做各种其他你想要做的这个款式，整个完成刻甲的速度方面的话，都会提升非常高。长度来说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磨得再短一点，类似于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甲型的长度，也是我们刻甲当中比较受欢迎的长度。用假模的话，速度会比较快，并且指骨中心线你去参考的时候也会更容易找直，还有它的透明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
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底部，底部的话，要想让它整个硬度厚的话，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两边的侧线的厚度要有1毫米左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你选择假模要大一个尺寸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打磨一下底部的形状线，把这些毛边和不平滑的地方给过平滑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吧。